在结束对英国和爱尔兰的访问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马不停蹄地飞往亚洲，正式开启为期3天的访越之旅。这是布林肯任内首次到访越南，随后他将前往日本。美国近期围绕中国周边开展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动作，究竟有何目的？来看详细分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抵达越南河内，正式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越之旅。这是他任内首次到访越南。法新社称，布林肯此行寻求与越南扩大外交关系，在美国总统拜登与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上月29号通电话的基础上，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15号，布林肯与越南总理范明政会面。据路透社报道，范明政在会谈前告诉记者，越南和美国希望进一步加强关系。布林肯则称，今年7月就是美国和越南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美方希望能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We joined forces on everything from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to expanding inclusive economic opportunity to accelerating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We're advancing together.A free, open, connected, prosperous, secure, and resilient Indo-Pacific region. 当天稍晚，布林肯还会见了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期间，布林肯与越南外长裴青山共同出席了位于河内的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新馆的动工仪式。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指出，这个耗资12亿美元的设施，建筑材料的灵感来自越南北部下龙湾的喀斯特地貌。布林肯表示，新馆的筹建工作已经进行多年，这是美越两国外交官之间的静心和创新结合的结果，也是美国承诺与越南持久的伙伴关系和友谊的新象征。美国近期对越南进行了全方位拉拢。2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首次访问越南，在他之后，由美国农业部2位副部长带队的美国农业代表团，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也接连来到越南。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莫克利则于本月8号率团访问河内，明确表示希望美越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披露，在美国超额防卫装备计划框架下，美国以支持越南军事和安全现代化为由，多次向越南方面移交军事装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穆雷希伯特也认为，未来美越两国可能会深化军事合作。美国官员已经表示，他们打算为越南提供一种替代俄罗斯长期依赖的供应方式。观察指出，美越频繁互动实际是美方打造印太小圈子的一个环节。布林肯结束访越行程后，将立刻前往日本出席16号开幕的 G7 外长会。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本次外长会将讨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经济和海洋安保等话题，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在巩固美日同盟的同时，印尼、菲律宾等国也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越通社13号报道称，印尼总统佐科日前在会见美国联邦议员代表团时表示，印尼希望成为美国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而本周刚刚结束的美菲2+2会谈也传出不和谐的声音。联合声明称，今年双方将与其他盟友和伙伴在南海开展进一步联合海上活动，以加强所谓的集体威慑。在这个印太战略当中，菲律宾是他的这个重要的盟友，越南是他所谓的安全伙伴。所以说他这个深化和菲律宾以及越南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这个安全啊，以及了这个经贸合作，可以说把他们视为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这个棋子，也希望借此能够把他们作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当中的重要的这个筹码。不过，据路透社报道，多名分析人士曾表示，越南对美越关系的升级持谨慎态度。美国推动两国关系升级，主要为了象征意义，对越南带来的实际好处可能并不明显，因此预计布林肯越南之行成果不大。需要指出的是，美越关系本就非常复杂，阻碍双方关系发展的因素远大于推动因素。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只要这些矛盾没有解决，美越关系的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加坡联合早报直言，越南军方、公安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少强硬派视美国为生存威胁，认为美国仍致力于对越煽动颜色革命，这可能成为两国双边关系升级的阻碍。
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教授阿布扎则表示，美越关系要升级，应该先专注解决历史留下来的问题，包括清理在边河空军基地的化学毒物221。这一次这个布林肯的越南之行，他是想把美越关系呢从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这些东西只能说是一种这个外交姿态，或者说是他的这个形式大于实质性内容。他如果说他想借此把越南绑到美国的战车，那么越南肯定不愿意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但美国目前仅被越南列为第3级外交伙伴，位于越南3级外交体系的最底端。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韩国才是越南的第1级外交伙伴。南华早报援引越南研究人员的话表示，虽然越南可能会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但它绝不会被美国拉入对抗中国的轨道。中越关系近年来保持着稳定而积极的态势，两国之间一直进行着紧密的高级别往来。两国领导人达成许多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新高度。去年10月30号至11月2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中共20大闭幕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在阮富仲结束访问后，中越发表了重磅联合声明。中越也有着悠久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自2016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尽管新冠疫情和世界地缘政治波动影响了全球经济和贸易，但越南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仍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20年和2021年，两国平均每年双边贸易额仍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此外，为落实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已经对从越南进口的8000多种商品实行减税政策，其中包括越南农产品和新鲜水果。这为越南企业进入中国这一庞大市场带来诸多机会，也为中越未来经贸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前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向深圳卫视表示，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早已明确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愿中美之间所谓的战略竞争演变成地区的冷战。越南一方面它保持和美国之间的这种经贸以及安全关系，但是它也进一步这个加强和中国之间在这个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那我们说这个前不久这个中越海警还在这个南海地区进行联合的海上这个巡逻，那也体现出越南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样一个立场。